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夜晚，明明感觉疲惫到极点，躺在床上想要快速进入梦乡，结果脑袋思绪一发不可收拾。首先工作和学习压力简直是熬夜的最佳拍档，任务堆积，最后一刻的狂奔，根本没有时间和睡眠打招呼。然后手机那东西简直是午夜杀手，5分钟刷一刷，结果一眨眼就变成了5小时。再来焦虑和压力就像不请自来的夜猫子，在我们躺下时齐齐上线，让大脑彻底开机工作，完全停不下来。最后吃得太饱，喝了咖啡，那简直是给自己熬夜开了个 VIP 通行证。总的来说，熬夜和失眠早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明知道他们对身体不好，但每次都像是自愿进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深夜派对。这些看似伤害不大的夜晚熬夜，背后隐藏的健康风险其实远比你想象的严重。下面我们聊聊睡眠的结构和对人的健康影响。睡眠分为2个主要阶段，非快速眼动 REM 睡眠和快速眼动 REM 睡眠。这2个阶段交替出现，每个周期大约持续90分钟。Non-REM 睡眠包括 N1、N2、N3 阶段。N1 是你刚躺下去的那一刻，全身开始放松，准备打卡休假。不过注意，如果有个朋友不小心拍了你一巴掌，你就立马醒了，感觉像被弹簧射出去一样超烦。N2 是你进入了轻度睡眠，心跳呼吸开始稳定，脑袋放空，大脑开始慢慢进入修复模式。这个阶段大概占了你一半的睡眠时间，但你可能还是没断开与世界的联系，偶尔醒来还是能听见外面的人说话。N3 也就是我们的深度睡眠或慢波睡眠，你的身体全身放松，呼吸心跳都变得超级稳定，细胞开始修复损伤，免疫系统也在大修，这简直就是给身体和大脑做了全方位保养。这时候别人闹你都不会醒，简直是防扰区开启。所以如果你想第二天精神焕发，那就必须确保 N3 睡眠的时间足够。接下来我们聊聊高配版 REM 睡眠，这可是睡眠中的主场戏。这个阶段其实是跟梦境紧密相连的，简单说法就是做梦。在 REM 阶段，你的大脑进入了一个无限制模式，甚至跟醒着时差不多。虽然你在床上看似安静，但你的眼球开始快速转动，就像个小型的赛车转个不停，而且你的肌肉几乎完全瘫痪，确保你不会在梦里来一场真实版的超能力大作战。REM 很神奇的是在记忆巩固和学习中，它会帮助你整理一整天的信息，把重要的记忆存档变成潜意识，而把不重要的抛弃。REM 还能帮你处理情绪，比如你的烦恼、焦虑、恐惧都会在这得到处理和释放。有时我们在梦里会经历一些非常奇特或强烈的情节，这其实是在帮我们释放白天的紧张感。这也是为什么有时你会梦到自己在逃避一只追着你的怪兽，或是躲避某个非常尴尬的场面。虽然梦境让你有点不安，但它们实际上是情绪自我调节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需要90分钟，每晚我们通常会经历4到6个睡眠周期。随着夜晚的深入，深度睡眠 N3 会逐渐减少，而 REM 睡眠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上醒来后，可能记得的梦境最为清晰？那是因为在清晨时分， REM 睡眠最为活跃。睡眠是什么样的原理？说到睡眠的原理，生物钟绝对不能忽视。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内置时钟，学术上叫做昼夜节律，由大脑的下丘脑控制，通过分泌褪黑激素来调节你什么时候应该睡，什么时候该醒。你是不是有时候没调闹钟，结果却还是能够准确自然醒来？这就是生物钟在背后默默工作。不过这个褪黑激素也挺挑剔的，如果你晚上看手机盯着电视屏幕不放，那褪黑激素就会被蓝光给打扰，它的分泌就会受到抑制，你的生物钟就会愤怒地跟你说，好吧，你赢了，今晚加班吧。2000年，哈佛大学针对睡眠与心血管进行了一项长期实验，旨在研究睡眠不足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研究人员通过观察不同睡眠时长的参与者，来分析睡眠时间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研究对象为1000多名健康成年人，研究者要求参与者提供他们的睡眠时间数据，记录了每位参与者的睡眠时长，
睡眠质量及健康状况。实验期持续了10年以上，期间参与者的健康状况持续监测，并定期进行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的测量。最后，哈佛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睡眠不足每晚少于6小时的人群，其患心脏病的风险是正常睡眠者的 48%， 而且每晚睡眠少于5小时的人，发生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大幅度上升。睡眠不足不仅会提高压力激素如皮质醇水平，还会导致血管的炎症反应，进而影响心脏健康。这项实验为人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长期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改善睡眠质量和增加睡眠时长，能有效降低患病风险。2004年，斯坦福大学也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睡眠对认知功能，尤其是记忆力、注意力和决策能力的影响。实验设计通过不同睡眠时长和质量来测试人们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实验中，200名健康参与者被要求在实验前1个月保持固定的作息时间，并在每晚不同的睡眠时长条件下参加认知测试。实验者分别测试了参与者的记忆力、学习能力、反应速度以及决策能力。睡眠分为几个阶段，包括浅睡眠、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每个阶段都对认知有不同的影响。斯坦福的研究结果发现，每晚睡眠7到9小时的参与者在记忆力、学习能力以及反应速度上的表现明显优于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的参与者，尤其是在注意力、逻辑推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充足睡眠的参与者明显优于睡眠不足的参与者。研究还表明，睡眠过程中，深度睡眠阶段有助于记忆巩固和新知识的学习。斯坦福大学的实验表明，睡眠对大脑功能，尤其是认知能力的恢复至关重要。充足的睡眠能显著提高人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而长期睡眠不足则会降低注意力和思维能力。2007年，卡内基梅隆大学也做了一项实验，研究了睡眠对免疫系统的影响，旨在探讨长期睡眠不足是否会影响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尤其是感冒和流感。实验人员招募了153名健康成人参与研究，参与者被分为2组，一组睡眠时间为6小时，另一组保持8小时的正常睡眠。研究者通过接触病毒常见的鼻病毒来测试参与者在感染后的免疫反应。结果表明，连续几晚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群，其感染感冒的几率是充足睡眠者的3倍。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不足会影响体内的免疫细胞，如 T 细胞和白血球的功能，导致免疫系统的反应变弱。此外，睡眠不足还可能影响身体对病毒的识别和清除速度。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表明，充足的睡眠是维持免疫力的重要因素。睡眠不足会大幅度降低免疫系统的效率，增加感染风险。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有助于维持强健的免疫系统。还有大量各种实验研究数据证明，睡眠涉及到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免疫功能下降、认知问题、情绪障碍等多个方面。过度睡眠也是不好的。在一次大样本的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长期过度的睡眠会影响智力，提高糖尿病、心脏病、阿兹海默症、忧郁症、不孕的几率。此外，根据英国基尔大学、联合利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研究成果，平均每晚睡眠10小时的人，与平均每晚睡眠8小时的人相比，早死的危险增加 30%， 每天躺在床上蒙头大睡超过10个小时，死于中风的危险增加 56%，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增加 49%。 所以睡眠不足和过度睡眠对健康都是不利的。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以下是一些合理的睡眠建议。第一，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尽量每天在相同时间上床睡觉，并在相同时间醒来，这有助于调整和稳定你的生物钟，从而提高睡眠质量。第二，通过冥想、深呼吸等方法放松自己，减少焦虑，帮助入睡。第三，营造理想睡眠环境，保持房间温度在18到22摄氏度，确保黑暗安静，提升睡眠质量。第四，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
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这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你入睡的速度和质量。尽量在睡前1小时内避免使用电子产品。第5，睡前避免重餐。睡前吃得太饱或喝太多水会影响睡眠，尽量在睡前2小时不进食。第6，适当运动，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避免临睡前剧烈运动。第7，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长时间午睡会干扰晚上的睡眠。第8，避免咖啡因和酒精，尤其是下午和晚上，避免摄入咖啡因和酒精。第9，睡前阅读、听轻松音乐或做些伸展运动。第10，白天多待在自然光下，尤其是早晨的阳光对调整生物钟特别有效。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你睡得更香，醒来精神满满。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你的睡眠心得哦。